多几多是何事，纷纷扰扰是是非。多几多是何事，纷纷扰扰是是非。英雄无末路，神剑斩万难，洒热血少年郎，公子美名光。江山如烟，前路急，拒绝一马，船头深途归梅岸，羚羊神浑水寒，助我乘身飞天，龙吟响彻震云端。射箭天红踏孤独，飞雨多少日落光华不曾见。几杯之地推杯战，血相融，人落根深，江湖传。只要你们身份暴露，就会死，所以我不能看望，甚至我都不能派人暗中保护。我不敢露出丝毫马脚，在我有能力保护你们之前，我们连一点牵连都不能有。难道他真的是为了保护我们母子？一个剑王根本没有面对剑圣的资格，想要光明正大的认你们母子，我必须成为剑圣，才有可能。所以，我回到西域吕家，一直勤修苦练，不成剑圣便不出关。论资质，在同代天才中，我排不进前5，但是5年前，我终于突破剑道境，成为同代第1位剑圣。这时，我才有保护你们母子的力量。但我突破剑圣，天下各大势力相继来贺，我没法第一时间前去方家接你们，只能暗中派吕思明前往。没想到，造化弄人，我万万没想到，你娘早已离世，更没想到我们父子相见是如此多灾多难，以至于让思明也丢了性命。眼前这个男人，真心爱我娘不假。若是当初留在古一界，我们一家倒也能其乐融融。这不怪你，的确是造化弄人。孩儿吕阳，拜见父亲大人。我儿快起！以前为父力量不强，护不住你，现在为父为剑圣，定要让你认祖归宗，将你的身份宣告天下，谁也别想阻拦。我认祖归宗，你也要为我娘亲证明才是。那是当然，我已经很对不起你娘亲了，绝不能让她无名无分。杨儿，此事我会跟楚红兰商量。不是商量，是通告。为父作为剑圣，在吕家有了足够的话语权，不管他就同不同意，也阻止不了。只是站在他的立场，不高兴也是人之常情，他倒是肯定会给你脸色。可他毕竟是我明媒正娶的正妻，也是你大娘。若是真无理取闹于你，你忍着点儿，别跟他计较。你们若是吵闹起来，将成为吕家的笑话。父亲放心，我懂得分寸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这些年，你一定过得很不容易，真是难为你了。但是从现在开始，苦难的日子都过去了，我很快就会给你举行认祖归宗仪式。等你认祖归宗，你可以学习吕家任何剑圣武学，可以进入吕家各处宝地修炼。以你的天赋，好好修炼，将来必成剑圣，哪怕是剑神之位，也有不小的希望。
实际上，我觉得剑神之位，希望最大的就是你。何以见得？以我之经历，武道修炼，天赋重要，气运也很重要。我虽然不是同代天赋最好的，但气运却佳，所以我总能获得别人获得不了的好处，第一个登上了剑圣之位。你能够在短短2年修炼成剑王，可见你的天赋很高，并且大难不死。想必你成为剑王，也肯定经历了奇遇，气运也差不了。有天赋，有气运，自然希望更大一些。其实那2年，除了吕大哥教我吕家3门剑王级武学，我并没有获得其他奇遇，只是闭关修炼了2年而已。闭关修炼2年，你就一路修炼成了剑王。你的修炼天赋之高，比我意料中还要高得多。若真如此，就连众多天骄的天赋都要比你差一个档次。在真正的天赋碾压面前，纵然经历奇遇，也难成剑王，更别说成为剑圣。我能成为剑圣，奇遇是一个方面，我自身天赋也是一个方面，而剑神之境，古往今来有记载的剑神屈指可数，而剑圣却数量太多，不知具体数目，可见突破剑神之艰难。越是难以修炼到的境界，对于天赋的要求就越严苛。杨儿，将来的剑神之位，我更看好你了。与我同代的天才不在于少数，大家皆有可能。别人我不了解，但天儿我是最清楚的。论天赋，天儿在天骄中实属中游；论机缘，天儿有的只是吕家原本就拥有的。更关键的是，天儿一路走来太过顺利，我也经历过人生坎坷，受不了打击，其心其志都还需磨砺啊。在我看来，未来剑神必在你、剑无双、厉血河3人之中。算了，不提这些了，父子相认，不如唠些家常吧。对了，你之前说在黑风山思明丧了命，他是死于鬼煞之下，你当时是怎么逃过这一劫的？父亲可知道神剑逃神？这岂能不知？10大神剑各有传说，其中8柄神剑的传说比较清晰，唯独桃神剑、暗灵剑出现年代久远，记载极少，唯有8个字较为流传：桃神诛煞，暗灵养魂。你身上该不会有神剑桃神吧？不错，我身上有桃神剑，靠桃神剑的力量击败了鬼煞，也将追杀我的煞盟武者一一击败。你真的有神剑桃神？